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始。珍惜善法因缘。最近有很多新皈依的徒弟，他们还不了解我讲的教法，不懂得对师父的态度等等，这样会造业。这个问题我讲过多次了，这里再说说。最近有个徒弟也是刚皈依，让他看一些资料，他也不好好看，被人家一忽悠，就跟一些附体搅上了。附体给他看这个看那个，他本身就神神叨叨不大对劲，再让附体纠缠一下，身体更差了，所以这个居士就退出师徒群了。我就问他，作为徒弟你退出了师徒群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跟我的师徒关系断了？他说，是这样。我说，好吧，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啊。你拜师父，人家给你皈依三宝，加持的功德这么大，你随随便便对一个师父用这样不客气的方式删除掉，我就接受了。后来过了好久，他又后悔了，要回来。我说还不行。为什么？能加入我的师徒群，我已经很慈悲很努力摄受你了，你不珍惜，那有什么话可讲？因为你已经把我这个师父删除了，所以我要再观察1年，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我是慈悲的，但是这个慈悲也不能太烂，谁都可以乱来。我以前皈依都要看缘分的，有的人我不做皈依，现在任何人来求我都给皈依，已经很慈悲了。我这样的态度，还是有很多新皈依的徒弟不好好学习，不好好珍惜，乱来，对师父发脾气，造业，那就随他去了。我在这里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做个总结。有些徒弟不珍惜佛法的缘起，不珍惜佛法中和师父的缘，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，不懂得尊重师长，这不行的。这会给自己生生世世的解脱造成不好的因和障碍。还有些徒弟虽然皈依了，不好好修大悲咒，不知道法的平等性，还是四处寻找更殊胜的法，觉得修大悲咒成就不够快，要借助其他东西。一方面可能是他个人的缘，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修行见地不清楚，不好好的从智慧上入手，不从增加自己定慧的功德方面入手，四处乱跑乱逛，参与其他的东西，进修了些乱七八糟的求神通、求感应的没有智慧的法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样做，第一，违背了佛法的规矩；第二，目的也错了。你们要用智慧来想一想，如果那些搞神通、搞附体对修行有用的话，佛陀为何不支持他们这样搞呢？佛陀说这个不行，没用的。我老实告诉你们，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佛教的、非佛教的，甚至于那些一神教的能写启示录的所谓伟大的使者，很多都有附体，就是属于精神分裂症。这样讲吧，那些老是说预言什么的，其实 95% 的是附体，没有经过真正的实修，没有成就开悟，没有证悟空性，
突然就有这个能力了，那基本是附体。说难听的叫萨满，说好听的叫感应。那么，搞这个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一旦招惹上这些东西，你的生命迟早会倒霉。这些人以后想进入正道修行，这些搞萨满的因果都会造成身心的各种障碍。所以刚刚修行的人，千万不要有投机取巧的心，胡乱修学那些感应的法。修行的目的一定要正确，我们的修行目的一定是自己的解脱轮回和帮助其他人解脱轮回。我在这里特别强调，希望你们了解。